沦为缅北试验品3年后，全家跪求我原谅。家里来接我回去时，我正被扒光衣服绑在试药台上，硕大锋利的针管刺进我的脖颈之间，随着药剂的注入，几乎痛得我失去知觉。身后是男人冰冷的大手在我赤裸的皮肤上暧昧地摩挲着，身前是数个目不转睛的男男女女，他们指指点点，把我当成教科用具。我害怕地发着抖，在试药台上痛苦地瑟缩着。3年前，哥哥为了给沈淑雨出气，把我送到这缅北战区。从此，我度过了我人生中最耻辱痛苦的3年。可这3年屈辱时光磨灭了我对亲情的希冀，却没有磨掉我骨子里求生欲。那双手渐渐下滑，我几乎将唇咬出血来。眼看男人动作越来越放肆，门口却在这时传来敲门的声音：“沈之薇，你哥来接你了。”好看的高质量小说千万，但人生胜利组这里占一半。全文一更到底，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精彩故事现在开始。我懵懂地抬起头，还以为自己幻听了，直至真的被送回 S 市。在机场瞧见那个熟悉的身影时，麻木许久的心才涌起一阵尖锐的痛楚。3年之前，沈淑雨以真千金的身份高调回归沈家，而我这个冒牌货在沈家鸠占鹊巢了20年，自然就从云端重重地跌落了。那时，父母与哥哥都向我承诺，即便我非亲生，他们也会一如既往地对待我。然而，3个月后，仅仅因为我给沈淑雨正骨时让她疼了一下，父母和哥哥就嫌我医术太差，把我扔到了缅北战区，美其名曰让我精进医术。自那以后，我沦为战区最下等的试药人。试药致使我的身体落下无数病根，身上布满了数不清的针孔与伤疤，髌骨、手骨都有被卸下又重新缝合的经历。又因我是军营里罕见的女性，那些人常借着试药的由头将我全身摸遍，我受尽了凌辱。要是放在3年前，哥哥说来接我回家，我肯定会感动得涕泪横流，抱着他娇嗔哭诉。可如今看着眼前熟悉的男人，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想要逃离的冲动。我坐在离他最远的角落，低声说道：“多谢沈少前来接我。”沈燕皱着眉头看着我：“我是你哥哥，才3年时间，连哥哥都不肯叫了。”我不禁一愣，没错，他是我叫了20年的哥哥呀。曾经我生病时，他会一步不离地守着我；我过生日时，他会不辞辛劳地为我准备礼物。但是后来，他为了给沈淑雨出气，怒扇我10几个耳光，把我扔到缅北战区。3年对我不闻不问，不是我不想叫他哥哥，而是这3年让我彻底明白，他不再是我可以任性撒娇求宠的亲人了。沈燕依旧看着我，似乎在等我给出个解释，但我只是低下头，说道：“对不起，沈少。”沈燕的眉心皱得更紧了，刚要说话，却一眼看到我脖子上尚未痊愈的针孔。她停顿了一下，朝我伸出手来：“这是什么？”我本能地避开了她的触碰，这在以前是从未发生过的。沈燕的手扑了个空，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沈之薇，我好心关心你，你这是发什么神经？”我垂着眼帘，平静地说：“沈少，我们毕竟不是亲生兄妹，如此亲近不太妥当。”沈燕被我的话噎住了，反应过来后又恼羞成怒：“你是在埋怨我们吗？你顶替淑雨在沈家享受了20年的福分，我们为了你好送你去精进医术，你竟然还怪起我们来了。看来这3年的教训还没让你好好反思，既然你这么清高。”紧接着车门被打开，我被沈燕狠狠地一脚踹下了车。那就从这儿给我爬回去，不知好歹的东西！我毫无防备地被踹下仍在行驶的车子，手脚重重地摔在地上，整个人因为这剧烈的疼痛，脑袋瞬间眩晕了一下。但即便这样，我依旧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熟练地将自己脱臼的手骨和移位的髌骨扭正，沿着这条走过无数回的道路缓缓前行。我必须回沈家，去拿回一样东西。跟这3年所遭受的痛苦相比，这点伤痛根本无法阻拦我。当我晃晃悠悠地走回沈家别墅时，沈燕已经坐在客厅里了。我3年未见的母亲正搂着撒娇的沈淑雨，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而最先发现我的是沈淑雨：“姐姐回来啦！”她挽着母亲的手臂，亲昵地迎了上来。母亲看到我时，先是一惊，随后又心疼的眼眶泛红：“怎么弄成这样了？阿燕也真是的，我让她去接你，她居然自己先回来了，真不听话。”沈燕冷冷地瞧着我：“不是讨厌我们吗？还不是厚着脸皮走回来了。”沈之薇，你说你这样装模作样有什么意义？沈淑雨娇嗔着瞥了沈燕一眼：“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呢？姐姐好不容易才回来，心里有怨气也是正常的呀。”
沈燕转头看向沈书雨，眉眼间立刻就满是宠溺，就知道你善良，还把她当姐姐，可她未必会领情。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慢慢开口，沈太太，许久不见。我突然打断她，平淡地说道，沈太太，您的亲生女儿已经回来了，我再这么称呼您不合适。母亲难过地伸出手，想要抚摸我的脸，知薇，你不要这样对妈妈，妈妈会伤心的。我往后退了一步躲开，却被沈燕又一脚踹在肚子上，你这样对我也就罢了，对妈妈还这个态度，你是不想活了？一回来就弄得鸡飞狗跳的。沈知薇，我告诉你，我们可不欠你。沈书雨也红着眼眶说道，姐姐是怪我回来抢走了你的位置吗？可我也没办法呀，我太渴望有哥哥和爸爸妈妈了。我摔倒在地，身上的旧伤因为沈燕这一脚全面爆发，疼得我眼前发黑，我再也忍不住了，洼地吐出一口黑血。母亲惊呼声响起，想要过来扶我。沈燕脸色微微一变，却依旧冷言斥责我，装模作样都不会装得像一点，还吐黑血，你以为你在演戏呢？我无法说话，也不想让母亲碰到我，只能狼狈地向后挪。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在闹什么呢？不知道今天有客人要来吗？我缓缓扭头，看到父亲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他正皱着眉头看着我，眼里满是厌恶。我擦了擦嘴角的血迹，规规矩矩地喊了一声，沈总。父亲愣了一下，神色复杂，却没有回应我。倒是他身旁的人笑了一声，调侃道，这小姑娘还是这么娇弱呀。我猛地抬起头，惊恐地看着父亲身边那个熟悉的身影，3年的屈辱与痛苦刹那间全部涌上心头，身上的温度急剧下降，熟悉的胆寒与恐惧再次袭来。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男人缓缓走上前来，将我从地上搀起，他的手掌碰到我皮肤的瞬间，一股恶寒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我使尽全力甩开他，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陆流。陆流轻轻一笑，手指不经意间在我的脸上掠过，小丫头，好久不见啊。我艰难地喘着气，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经离开了，却还是无法摆脱这个恶魔。父亲不满地看着我，怎么如此没有礼貌？人家照顾了你3年，你就这么对待恩人？恩人？要是他算我的恩人，那我这一身的伤疤又算什么呢？我嘲讽地笑了起来，身体也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厌恶而不停地哆嗦。母亲也走上前来劝我，知薇啊，你在缅北战区的这3年，多亏了我们拜托陆流照顾你，你才能平安回来，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沈燕挖苦道，他忘恩负义的事干得还少吗？我们养了他10几年，可他还不是对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我瞪大了双眼，身体差点站不稳。这个让我这3年饱受折磨、生不如死的恶魔，竟然是我曾经视作至亲的家人安排在我身边的。我下意识地往后退，却被沈书雨紧紧抓住手，朝着陆流那边拽过去。是啊，姐姐，虽然爸妈把你送去了那种危险的地方，但还是不放心你，给你安排了后路呢。所以姐姐你就别再怪爸妈和哥哥了，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啊。这话实在是太滑稽了，我再也克制不住，一个劲地干呕起来。沈书雨被吓了一跳，委屈地说道，姐姐，你就这么讨厌我吗？其他人听了这话，都用指责的眼神看着我。沈知薇，你别太过分了，你要是不想待在沈家，现在就给我滚出去，沈家可不欢迎你这种恶毒的人。我深吸一口气，无视陆流落在我身上那带着恶意的目光，平静地说道，沈家确实不是我该待的地方。停顿了一下，我看着柔弱的靠在沈燕怀里的沈书雨说，听说你的养父母姓李，那应该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以后我也会改姓为李，不再冒用沈家的姓了。话一出口，沈家的3个人都露出了惊愕的神色。他们知道以前的我是多么在乎他们，宁愿被他们送去缅北战区，也不愿离开他们。可现在我却主动提出改姓，脱离沈家，这怎能不让他们震惊呢？母亲最先回过神来，悲伤地看着我，知薇，你不要爸爸妈妈了吗？沈燕却满脸不信，冷哼一声道，沈知薇，你不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我们的注意吗？我劝你收敛一点，别到最后假戏真做了，又后悔不迭，哭着要回来。我面无表情地看向他，不会了，这个地方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沈燕一愣，眼底居然闪过一丝慌乱。母亲拉住我的手，哭得泪眼婆娑，知薇，你是我的女儿，我不会让你走的。父亲也面色凝重地看着我，说道，别人信了，你这一辈子都只能是沈家的女儿。陆流说了，这3年你们2个情投意合，他今天来就是为了商量你们的婚事。知薇，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可以以沈家的名义嫁出去，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父亲的话就像重重的锤子一般砸来，砸得我眼前一阵发黑。我抬起头，咬着牙说：“不，我不嫁。”父亲眉头紧紧皱起，冷冷呵斥道：“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陆流可是陆家的太子爷，别说是你，就算是佩淑雨那也是绰绰有余的。”我冷笑一声，看向沈淑雨说道：“既然这么好，那让她嫁不就得了？”沈淑雨被我看得莫名有些心虚，躲到沈燕身后，委屈巴巴地说：“我才刚回来，还想多陪陪爸妈和哥哥呢。姐姐，你就这么急着要把我赶走吗？”沈燕一听，愈发恼怒：“够了，沈之薇，你别忘了，要是没有淑雨取代你，你早就死在贫民窟了。淑雨已经够可怜了，你要是再针对她，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母亲也失望地看着我：“之薇，你明知道陆流喜欢的是你，却要让淑雨嫁过去。结婚可是女人一辈子的大事，你就算再讨厌淑雨，也不能这么对她呀。”我望着眼前这些对我步步紧逼的所谓家人，原来他们也清楚结婚是终身大事，却还要打着为我好的旗号逼我嫁给陆流。我抓着衣领好一会儿，然后一颗一颗地解开了扣子。沈燕脸色一变：“沈之薇，你要干什么？你……”但很快，她的声音戛然而止，眼里满是震惊。我一把扯下衣服，又哭又笑，满心都是屈辱，指着身上数不清的伤疤和针孔质问道：“都这样了，你们还要我嫁给他吗？”母亲瞳孔一缩，难以置信地摇着头：“怎么会这样？之薇，你到底遭遇了什么呀？都怪我，同意他们把你送到那种鬼地方去了。”她扑过来给我披上衣服，滚烫的眼泪滴落在我身上。沈燕张了张嘴，半天却没发出声音。我看向陆流，嘲讽地说：“你把我弄成这副鬼样子，却对他们说想娶我。”陆流却毫无惊慌之色，只是淡淡地说：“在战区里受点伤不是很正常的事吗？”父亲虽然也很惊讶，但还是接着说道：“之薇，陆流不是那种人，你不要恩将仇报污蔑他。你要是再争不听话，我只能再把你送回战区去了。”我又想起这3年里数不清的痛苦与屈辱，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可母亲察觉到我的害怕后，居然也抬起头看着我，流着泪说：“之薇，你身体都成这样了，除了陆流，你还能嫁给谁呢？之薇，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好啊。”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身后陆流走上前来，断了我的退路。身前，我所谓的家人以爱的名义筑起了束缚我的牢笼。我回到了这个所谓的家，却真正陷入了无处可逃的绝境。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笑着说：“好，我答应你们，我嫁。”父亲松了口气，满意地看着我，这才是我沈家的好女儿。我讽刺地笑了笑。然而半个月后，当我看着手里刚弄好的东西时，忍不住讥笑出声。把这个东西放在能确保沈家众人都能看到的地方之后，我连夜逃出了沈家。而沈家的人在看到我留下的东西后，彻底的疯狂了。去做亲子鉴定不过是我一时心血来潮，就想给这23年的时光一个结果，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亲子鉴定的结果表明，我竟然真的是沈家亲生女儿，这可太讽刺了。我已经没心思去探究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想知道他们看到亲子鉴定书后会有何种反应，不管是家人也好，亲情也罢，我全都不想要了。我看着身份证上的名字已经从沈姓改成了林姓，我并没有像之前在他们面前说的那样改姓李，而是随便选了个姓。毕竟回沈家只是为了拿回身份证明，好改头换面，彻底摆脱沈家，获得自由，所以当然也要断绝他们找到我的一切可能。半个月后，我抵达了临海一个小镇的机场。3年战区试药的经历几乎让我所有的临床医学经验都化为乌有，不过还好医学知识还在，凭借这些，我在医院谋得了一份工作，暂时稳定下来。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沈家发疯似的在网上发布寻人启事，他们在寻人启事里饱含深情地称我是他们最爱的女儿、妹妹，诉说着他们以前对我有多好，却绝口不提曾经对我做过的那些事。甚至我还能看到有人说羡慕我有这么好的父母和哥哥，我只觉得荒谬至极。但不管我把自己包裹得多么严实，还是被人认了出来。沈家人来的比我预想的还要快，脸上的口罩被猛地扯下。沈燕狠狠地扇了我一个耳光：“你还学会离家出走了？你以为放一份伪造的亲子鉴定书，我们就会懊悔不已吗？沈之薇，你的心思真是越来越狠毒了。”清脆的巴掌声，即便在喧闹的医院里也清晰可闻。我被打得向一旁歪倒，脸上火烧火燎的疼。沈燕似乎还不解气，还想冲上来继续打我，被母亲阻拦下来。母亲一边拦住她不让她打我，一边泪流满面地看着我：“之薇，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非要闹得全家人日夜不得安宁才满意吗？”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指着胸前的名牌说道：“
我叫林之薇，不姓沈，我没让你们来找我，我跟你们也没有任何关系。这边的动静很快就引来了一群看热闹的路人，对着眼前的情形指指点点。什么情况啊？母女之间反目成仇了。哎，这个女人我认识，不就是之前闹得满城风雨的寻人事件中的主角吗？这是她的家人找过来了，我也看到过，估计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她的家人对她那么好，居然还敢离家出走。明明被打的是我，可他们却都开始指责我，就因为沈家那装出来的虚情假意。沈燕见路人都不帮我说话，态度越发恶劣。沈之薇，看到没有？像你这种不懂感恩的人，就该落得这样的下场。从小到大，你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我们没给你最好的？可你现在是怎么回报我们的？沈之薇，你真让我们恶心。我愣了一下，疑惑地歪着头。是啊，所以沈家的东西我一样都没带走。你们既然这么讨厌我，又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呢？我这轻飘飘的2句话，一下子就把沈燕对得哑口无言。她的神情变幻不定，想必也是想到我所说的确实是事实。我在沈家的东西，大到珠宝首饰，小到他们送我的一束花一棵草，我都没有拿走。就连沈这个姓氏，我也已经改掉了。过了好一会儿，沈燕恨恨地说，要不是爸妈舍不得你，你以为我们会来找你吗？舒雨虽然从小没在我们身边长大，但比你好上1000倍10000倍，你终究不是沈家的血脉，真是怎么教都改不了那一身恶习。周围的围观群众一片喧哗，竟然不是亲生女儿，这家人也太好了吧，不是亲生的还这么大费周章的找过来，可真是伤心啊。小姑娘，你就别跟你爸妈赌气了，快回去吧，家和万事兴呀。是啊，你爸妈大老远来找你了，有什么误会解释清楚就好了，马上元旦了，还能一起包饺子过个团圆年呢。可我就像没听见一样，看着暗自垂泪的妈妈和一脸严肃的爸爸，疑惑地问道，你们让我回去干什么呢？我不是你们的女儿，你们也不喜欢我，为什么还要我回去？妈妈张了张嘴，却不知该说什么，只能自顾自地抹着眼泪。过了半晌，才无力地说了句，之薇，我一直是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的呀。父亲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平淡地说，我已经答应了你和陆流的婚事，你回来把婚结了，我们就再也不会管你了。陆家是我们能给你找到的最好的归宿了，你嫁过去，过得不会比在沈家差。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之薇，你怎么就不能懂事一点呢？他们说的好像一切都是为我好，但我心里明白，只有我嫁给陆流，沈陆2家联姻强强联手，才能让沈家更上一层楼。他们舍不得让沈淑雨去联姻，就只能来逼迫我。我低下头，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父亲仿佛看不到我的嘲讽，走上前按住我的肩膀，眼神冷漠，压低声音说，之薇，我们养了你这么久，现在是你回报我们的时候了。我一直都知道，父亲和沈燕母亲不一样，他们至少还愿意维持表面上那虚假的亲情，而父亲自从知道我和他没有血缘关系后，就对我冷漠到了极点，再也没有往日的一丝慈爱。甚至他应该是最清楚陆流是什么样的人，却仍然要把我嫁到陆家，只因为他觉得我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是可以毫无顾忌抛弃的妻子。可现在从外人的角度看，这一幕就像是父慈女孝的温馨场景，甚至有人以为我们和解了，拿出手机对着我们拍摄起来。我抬起头，看着这个曾经把我捧在手心里疼爱的父亲，最后一点温情也彻底消失了。我慢慢往后退，脱下身上的白大褂，指着自己这瘦骨嶙峋、满是伤痕的身体大笑起来。那要是我不愿意呢？我都变成这样了，你们要是还觉得我忘恩负义，那不如直接要了我的命吧。正值盛夏，我脱下白大褂后，身上只穿了一件短袖，仅仅是那瘦得皮包骨头的手臂，以及上面密密麻麻的疤痕和针孔痕迹，就已经足够让人触目惊心了。甚至有年轻的小姑娘吓得惊呼一声，捂住了眼睛，也有人露出不忍的神情，怀疑的目光投向我对面的那些所谓家人，他们都是一脸冷漠，对我的伤势而不见，甚至还隐隐有些厌烦。也是，毕竟这不是我第一次在他们面前暴露自己的伤疤了，但这次我也不是为了展示给他们看。围观群众看到我身上的伤疤后，就不再信任他们了。他身上这么多伤，你们要是真的是他家人，那我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对他有家暴和虐待行为。刚才他们还说这姑娘不是亲生的，要是真心疼爱的话，看到这些伤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对呀，我刚刚就想这么说了，他们之前骂他骂得那么难听，根本就不像一家人。眼见舆论的风向变了，沈燕几个人的脸色也变得越来越难看。沈燕沉着脸催促我，别在这里丢人了，跟我们回家。就在这个时候，护士长终于赶过来了，
我来这所医院面试的时候，是他录用了我，他知道我的身体状况，也清楚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所以即便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他却很心疼我。他正好听到沈燕的这句话，像护着自己孩子一样把我搂在怀里，冷冷地看着他们问：你们就是知薇的家人？沈燕愣了一下，看到我顺从地缩在护士长怀里，心里莫名的有些烦躁。母亲也愣住了，反问道：你是谁？护士长冷笑一声：你不用管我是谁，但是你们这样不负责任的家长就应该永远消失在他面前。母亲一辈子都在沈家被保护得很好，突然听到这么难听的话，委屈的眼眶都红了。沈燕顿时着急了，把母亲护在身后，愤怒地说：我们家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是沈知薇的家人，轮不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护士长却没有丝毫退缩，他拿出我的体检报告，毫不客气地拍到沈燕脸上。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他的家人，那为什么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糟糕到这种程度了，竟然还逼他嫁人？恐怕还没等到婚礼，他就没命了。那体检单上的每一项数据和正常数据相比都相差很多，看起来非常触目惊心。可是沈燕脸色稍微变了变，却依旧冷笑道：这又是你想出的新把戏？伪造亲子鉴定不成，又来伪造体检单了？母亲也不信，流着泪说：知薇，我不喜欢你跟我们玩这种手段。只有父亲眼神闪烁，显然是猜到了什么，他走过来把那张体检单撕得粉碎。够了，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伪造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我看着他们三个人愤怒的脸，心里只觉得很疲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只会不停地指责我。护士长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伪造？你是有多瞧不起我们医护人员，又有多不把你们的女儿当回事？沈燕冷漠地说：她又不是我们家亲生女儿，我们家养了她20年，这恩情还不够吗？护士长被气笑了。好啊，你们一口一个知薇不是亲生的，又伪造亲子鉴定，那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好了。只是你们敢吗？沈燕三个人愣了一下，但他们没什么不敢的，他们非常确定我不是沈家亲生女儿，所以他们很快就答应了下来。然而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和我之前留下的那份亲子鉴定书结果一样，我确实是沈家亲生的，而且因为这次的亲子鉴定过程，他们全程都在监督，根本没有造假的可能。父亲拿着那份亲子鉴定书，向来冷静的面容此刻也一点点地皲裂开来。怎么会？他低声呢喃着，身体摇晃，差点就站不稳了。母亲捂着胸口，眼泪不停地往下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心疼与愧疚。知薇，对不起，对不起啊，怎么会这样呢？到底是为什么呀？可他的眼泪我已经看腻了，心里只感到厌烦。他走上前来，想要抱住我，可我只是把身边的护士长抱得更紧，不让他有机会碰到我。母亲尴尬地伸着手，一脸受伤的表情。知薇，让妈妈抱抱你好不好？沈燕看到这情形，赶忙扶住母亲，看着我张了张嘴，过了好一会儿，又懊恼地闭上眼睛，声音沙哑地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冷冷地回应：我说过了，可你们相信吗？沈燕顿时无言以对，看着我脸上还清晰可见的红色巴掌印，悔恨地说：可是当初我们也给你和舒雨做过亲子鉴定，为什么会？我冷笑一声，刚要说话，却突然感到身上一阵剧痛。护士长紧张地扶住我，又发作了吗？沈燕这才不再觉得我是在装模作样，紧张地看着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护士长瞪了他一眼，不然呢？你以为他在骗你们啊？现在的他哪还有那个精力？沈燕沉默了，父亲和母亲也焦急地围过来，颤抖着双手想要去触碰我身上的伤疤。似乎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发觉我这一身伤是多么的疼痛。为什么？我们只是把他送去缅北战区学医，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呢？母亲捂着嘴，依然很是不解。护士长严厉地质问：缅北战区，那是人待的地方吗？你们打着送他学医的幌子，却不知道他在那里做了3年的人体试药，把身体底子都彻底搞坏了。这些你们难道都不知道吗？还是说这3年你们从来就没想过要去看看他，所以连他受了这么多苦都一无所知？护士长的质问让他们3人都面露羞愧之色，毕竟这3年他们确实从未过问过我的情况。在我刚到战区，被在试药台上注射各种不知名药剂的时候，我也曾无助地呼喊过他们的名字，哀求他们来救我。可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很快我就因为疼痛失去了意识，等我醒来的时候，他们3人已经不在了。我没有多问，只有护士长叹了口气，告诉我他们还会再来。可我已经不在乎了。
身体的痛苦和精神的疲惫让我已经无暇顾及其他。过了许久，爸妈和沈燕又出现了，这次他们还把沈书雨带来了，不应该说是李书雨了，他们已经把他的姓改回去了。此时的李书雨已经没有了之前娇生惯养的模样，他跪在我的病床前，缩成一团，哭着向我道歉：“对不起，沈小姐，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求求你让他们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沈燕愤怒地把他一脚踢到旁边，呵斥道：“你还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敢用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来攀附我们沈家，就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李书雨尖叫着，不停地往后缩，沈燕却不管不顾，下手更加凶狠。向来温和的母亲也站在一旁冷眼相看，对于这一场单方面的殴打没有流露出一丝劝阻的想法，仿佛之前那个把李书雨搂在怀里亲昵地说着好女儿的人不是他似的。我被吵得脑袋里嗡嗡直响，手指向门口，冷冷地说：“你们有什么事情出去解决，别让我听到这些污糟事。”沈燕的动作停了下来，有些失落地低下头：“对不起，知薇，是不是打扰到你了？我只是想给你出口气，让你心里能舒坦点。”我淡漠地看着他，给我出气，恐怕是给你们自己内心的愧疚找个宣泄之处吧。真正伤害我的人可是你们，难道你们都忘了吗？沈燕紧紧握住拳头，下意识地为自己辩解：“不是的，知薇，我们是被这个贱人蒙骗了。要不是他莫名其妙跑来说他才是我们沈家的亲生女儿，我和爸妈怎么可能这样对你？”我不禁笑了起来，嘲讽道：“所以你们的亲情就这么不值钱？想给就给，想收回去就收回去？我以前一直想不通，就算我不是沈家亲生的，但这20年的感情总不是假的。对我而言，他们依然是我最亲最爱的家人，可他们却能在一夜之间毫无忌惮地伤害我，打压我。现在看到李书雨的下场，我终于明白，他们原本就是这般冷血罢了。维系这个家表面温暖的，仅仅是那脆弱的血脉联系。”母亲又哭了起来：“对不起，知薇，你原谅妈妈吧。我不知道你在缅北的那3年会遭受这样的事情，要是我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肯定会把你接回来的。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我们是你的家人，你是割舍不掉的呀。求你回来，妈妈以后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她在我面前苦苦哀求，完全放下了作为一个母亲的尊严，可我只觉得厌恶和晦气。我闭上眼睛，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割舍不掉，那要是我死了呢？”周围瞬间鸦雀无声。母亲失态地扑到我的病床前，像疯了一样摇头：“不会的，妈妈不会让你死的，不管你得了什么病，妈妈都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来治疗。知薇，你可不能死啊！”沈燕的眼眶也红了：“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我早就说过，我是你的哥哥，会保护你一辈子的。”我嗤笑一声，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更深的昏睡之中。我的身体状况确实是越来越差了。母亲从那之后就一直在我身边陪护着，即便我对她爱理不理的，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只是偶尔当我笑着和护士长聊天的时候，她会流露出黯然神伤的神情。一直没有露面的父亲却在一个夜晚悄然来临，他拿着一堆资料和照片，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好几岁。我去了一趟缅北战区，拿到了你这3年生活的记录。对不起，知薇，我把你送过去确实是别有用心，可我从来没想过你会遭遇这些。他眼里布满血丝，扶着头，痛苦地坐在我的病床前。那些照片上每一张都真实地记录了我被注射药剂之后痛苦挣扎的模样，甚至还有陆流变态地扒光我的衣服羞辱我时的照片。我只看了一眼，就淡淡地移开了视线。父亲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抬起头向我保证：“我会让陆流付出代价的，知薇，你等等爸爸，爸爸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这是我第一次在父亲的眼中看到泪水，可我却没有丝毫的感动，只是平静地反问：“所以如果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觉得我遭受这些是理所应当的吗？”父亲呼吸一滞，眼神躲闪，不敢与我对视。我冷笑一声，看向门口不知已经听了多久的沈燕和母亲，他们瞪大了眼睛，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这么说，你早就知道那里会对知薇造成伤害，却还在背后推动我们把知薇送过去？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她可是你的女儿啊！母亲看到那些照片后，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显然是被气得不轻。可她似乎忘记了，当初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人也有她自己。很快，母亲在悲痛之下彻底昏厥过去，被父亲送去了急诊室。而沈燕则双眼通红，看着照片里我或是痛苦或是屈辱的样子，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要杀了他，杀了陆流。”病房终于安静了下来。我看向窗外，
过了一会儿，突然低低地笑了起来。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面前。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是在电视新闻上，新闻报道说，沈家大少爷沈燕有一天突然像疯了一样，开车撞向刚刚掌权的陆家当家人陆流。陆流在他大权在握的当天就死了。沈燕虽然侥幸活了下来，却被砸断了双腿。沈燕成了残疾人，还面临牢狱之灾。陆家不会放过他的。母亲听到这个噩耗时，当场就昏死过去。这段时间的种种变故把他彻底压垮了，他很快就在病床上离世了。所以我出院那天来接我的只有父亲一个人。他以前精心保养的黑发如今已经变得花白，往日那种运筹帷幄、意气风发的样子也消失不见，就像一个暮气沉沉的老人。你母亲去世了，在她临死之前，她很想念你。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我漫不经心地撩了一下头发。是吗？父亲被我这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他失控地大喊，是你害死了他，害死了沈燕，你怎么还能这么镇定？我冷漠地看着他失态的叫嚷，过了一会儿，轻轻一笑，真的是因为我吗？父亲，是你贪得无厌，想拿我去换取陆家的支持，也是你瞒着他们把我送到陆流手里的。我没有反抗啊，我只是把一切真相展示给他们看，他们落得这样的下场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所以，父亲，真正害死他们的人是你呀！父亲被我说的节节败退，浑浊的眼睛里流下泪水，他喘着粗气瘫坐到地上，神经质地摇着头。不是的，我也是为了沈家。我不知道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这样做有什么错？我垂下眼睛，最后看了他一眼，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后来我还是去看了沈燕一眼，她因为瘫痪，在监狱里被欺负得浑身是伤。可是看到我来看她，她的眼睛里立刻闪现出惊喜的光芒。知薇，你终于来看我了，我已经知道真相了。当初做亲子鉴定的时候，是陆流在里面做了手脚，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他喜欢你，可是父亲知道他是个变态，不可能把你嫁给他，所以才设局陷害你。所以知薇，这不是我们的错，你原谅我们好不好？爸爸妈妈一直在沈家等你呢。我打断他的话，看着他平静地说，妈妈已经死了，爸爸也疯了，沈家已经不存在了，而你这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了。即便这样，你还在乎我会不会原谅你们吗？沈燕一愣，嘴巴张着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一下子变得灰暗无光。我笑了笑，把失声痛哭的他留在身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和沈家才算是真正的再无瓜葛了，我的人生也将重新开启。